最近网上对于 AutoGPT 的介绍非常的多。AutoGPT 其实是 ChatGPT 的进阶版，它可以让你省略掉输入提示词的这个过程。你只要直接输入一个你想达到的最终的目标， AutoGPT 它就可以帮你自动完成，而且你再也不太需要和 ChatGPT 这样子互动聊天的过程。那我在拍这个影片的时候，我还没有使用过 AutoGPT， 然后也因为我对于 AutoGPT 相当的有兴趣，所以这支影片我会从怎么样开始安装、注册以及去实际使用 AutoGPT， 然后并且把中间所遇到的困难跟挑战都把它给录下来。那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AutoGPT。AutoGPT 它是一个更为进阶的工具。ChatGPT 已经很厉害了，就是你可以和 ChatGPT 对话，然后ChatGPT 就告诉你非常有用的答案。可是因为要跟 ChatGPT 这样子互相对话，其实还是有点麻烦的，而且其实要希望 ChatGPT 可以产生真正对你来说有用的结果，你可能还需要再花费时间去学习如何写出有用的提示词，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学习的成本。那有没有可能可以让 ChatGPT 能够自动化的去完成所有的任务，而你只要给它一个目标就好呢？这个就是 AutoGPT 所在做的事情。那网络上目前你可以在GitHub 的网站，这个网址是我把它列出来 ，OK， 这个是 AutoGPT 的网址的其中一个。等一下，这是它的前端，重点这个啊，这个才是，这是EngineGPT， 稍微等我一下，我们可以在 GitHub 上面先寻找一下 AutoGPT， 这边介绍一下 GitHub 是全世界最大的开放源码码的网站，所有知名的开放源码专案都可以在 GitHub 上面找到。那我们搜寻最多颗星，这个就有点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不是说 AutoGPT 已经是排名第1名了吗？为什么我这样子去搜寻，但是却并没有找到那个号称9万颗星的AutoGPT 呢？第1名现在叫做 EngineGPT 啊，那 AutoGPT 跑去哪里了？我们找找看，那怎么不见了呢？这个吗？是啊，这个才是。你看它右上角这边的这个星星的数量，现在有 120K 了，代表着有非常多的工程师都非常的关注这个专案。对，所以这个 AutoGPT 这个才是 AutoGPT 的主网站。他说它是一个实验性的开放源码的尝试，可以让 GPT-4 这个语言模型能够自动化，可以自主。那我们今天会看看要怎么安装它，因为在此之前都没有安装过。它上面有没有使用说明呢？有。他说呢，你得先去 OpenAPI 去取得一个 API key。OK， 那就我了解，这是需要花钱的，因为 OpenAPI 是根据你的 API 的请求的数量来算钱的。所以如果要去取得这个 API key 之外，你还可能需要准备你的信用卡，先储值一些钱进去，这样你才有办法去使用它。然后并且下载最新的 release，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安装的指南。OK， 所以它这个整个专案是用 Python 去写的，然后它要求你会需要使用 Python 3.1版、3.10版以后的版本，或者是他建议你使用 Docker， 这是一个容器化的工具来让你去运作，然后他会建议你使用 VS Code， 还有这个叫 Dev Container。但这个流程其实是有点繁琐的，因为目前我刚才有看到另外一个更加简便的做法是这个叫做 AutoGPT.js， 它的标题叫做 AutoGPT in Browser。也就是说，你其实是可以在网站上就直接做完这件事情。看起来，也许我们应该先尝试这个，因为按照他的讲法，就是你一样只需要把 OpenAPI 的 key 把它打进去，那你应该就可以使用 AutoGPT 的功能了。而且你还不用像刚才那样子，你还要在自己的本地端去安装下载整个 AutoGPT 的内容。然后他这边也有一个很重要提醒你，就是这个你要注意你的这个 API 使用的成本。对，就是因为它是自动化在帮你运作啊，所以要小心它不小心帮你花太多的钱。那这些我们先快速看过一次。它官方是介绍说，你先去从 Docker 上面呢去下载，去拉一个它已经帮你做好的 AutoGPT 的一个包，这是一个 Docker 的 image。然后接着对啦，这边就是标准的 Docker 流程，就是反正它已经帮你做好一个用 Docker 做好的一个 container 了，所以你可以要 create 这些东西Docker compose， 然后就可以把它整个 Docker file 给跑起来。而且同时当然你会需要 Git， 那需要 Python 等等。哇，这个就是除非你是软体工程师，不然平常一般普通人应该是不会去使用这些东西的。好，然后呢，它还要干嘛？那主要就是在里面把它跑起来，然后以及告诉你怎么在不同的作业系统把这个东西给
跑起来。照说其实也不会太困难，但是考量到大部分的人要让普通人还要再去装拍场装 Git，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麻烦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希望尽量就是不要跳过这个步骤，可以用更简便的方法来解决。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最有兴趣的应该是刚才的这个 AutoGPT-JS， 他就说 AutoGPT on the browser， 所以也就是说我只要先搞定好我自己的 API 的 key， 然后呢我应该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要我先去 OpenAPI 这边先去产出一组新的 key， 不过这个 key 因为它是就是只能够只有你自己知道啊，就是你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 key， 不然的话就是别人就可能会乱花你的钱。好，所以为了保密，我暂时先把它移上去好了。我先让它产生一个新的 key， 然后给它一个名字，给它看一下。就我刚才那个 Create New Secret Key 按下去之后，它要输一个名字。然后我猜我按下去之后 Create Secret Key 之后，它应该就会产出一组。好，这个 key 我就不显示了。那总之这个 key 呢，我先把它储存到我的剪贴簿里面，这样我稍后我就可以使用到这一组 key。好，所以这个地方，哇，它这个是明码，哈哈，太可怕了。没关系，我先把它搬上去，稍等我一下。反正就是你们知道了，就是把刚才你自己的 OpenAPI 所产出的那一组 key 把它贴上去，然后我按下 Start。好，刚才那个画面按下 Start 之后呢，他说你要给他一个名字，然后你要说给他一个角色。这个是好，我不需要他做那么大的目标，我希望他帮我去寻找网络上物品的售价好了。所以比如说我想知道比较感兴趣的是相机的价格，那我可以怎么做呢？我可以改它，find 找 Sony 的相机好了。好，这个叫做 Camera GPT。好，下一步这个在干嘛？这是我其他已经做好的影片，先不管。好，然后接着他要我们去列出 AI， 我要给 AI 的目标，然后他这边是用条列式的列点。那这个东西，好，它有点，但这个可能要留着吧，因为这个代表的是你要自动化，就是你要自主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前面这个看起来很有野心啊，这个我先不用这么有野心的目标，我希望简单一点。我希望他找到，而且他列出就是相机的价格。好，假设就这样子好了。然后他要用 3.5 比较快，那我们用 3.5。然后但是他说什么呢？这边跳出一大堆错误讯息，好像不太对劲，暂停。好像挂了这个功能，会不会是因为我还没有先把钱储值进去啊？不然这样好了，我先去我自己的 OpenAPI 的账户走过来，我刚才已经做一组 key 了，然后 Building 这边，它这边应该要去设定 Payment Methods。对啦，没错。但是我有一个免费的试用，那我可以，我已经用满了嘛？我看一下，我现在还有没有额度呢？好，我说我是一个人他这边就要输入信用卡了，好吧？那我决定为了测试，我决定就是先完成设定好信用卡的动作，让他去扣钱。它还要有地址，这有点麻烦，它还要有英文的地址。好，所以我加好了我的信用卡，然后接着呢，它目前允许我可以使用的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功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像刚才我把信用卡设定好之后呢，你可以在这边决定好，就是你可以使用的最大的上限。那以我来说，因为毕竟我现在只是要测试，所以我可能设定成$10好了，然后这是 hard limit。好，再保险一点，先设成$3好了，100块台币左右。储存，那我目前使用的是0。OK， 好，那我设定好这个步骤之后，再一次这边我都不变，就直接下去了，看看是不是因为没钱的关系。不是不是，它这个跟钱没有关系。好，所以它这个不可用，所以我决定好，那看起来这不可用，没关系。那我们既然没办法挑，那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呢叫做 Engine GPT。那顾名思义，就是它一样可以在浏览器当中就做完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重新整理一下，然后他说你可以在设置当中一样是要给 API key 嘛。好，没问题。所以于是我就到 Setting 当中，不对 Setting 里面去把我刚才的那个 key 把它贴过来，这边先屏蔽一下 key 跑去哪里了。好，然后呢一样把刚才产生的 key 给贴上来之后，就按存档。好，然后我已经有 key 了。他说要创建一个代理，这个步骤我不知道是啥意思，但是没关系，我们一样给他一个名字好了。总之他需要个名字 Go。他还可以使用中文啊。Fine， 这样子知道 Sony 的相机。好，就假设这样子好了，就是我希望他的目标是去找 Sony 的相机，而且推荐一些相机，然后就部署嘛。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开始一个新目标，他说他在思考中，他说如果超过30秒的话，可能就要重新来。他说错误，因为我已
已经超过了我目前的 quota 了，他要我去 check 我的 plan and building details。怎么可能？可是看一下我的设定，我刚才卡刷下去，它没有生效吗？看一下，我还没有使用它啊。对啊，而且我 daily 10块钱也没问题啊。soft limit 我也设成10块，这个目前这个应该不是钱的问题啊。preference，好，我现在卡在我已经申请了 API key 了，但是我虽然有 API key，但是他却说我已经超过了目前的额度，然后他要我去检查我的付费的计划跟 plan。这部分我目前就有点卡住了。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个谜。对啊，我现在人在那个 platform 点 OpenAI，然后他现在这里，我刚才主要是去 key 给产生出来，然后他这边如果要找到 key，他要去点右上角，然后看一下View API Keys，然后还有目前的 pricing，pricing 不用了，这个主要是 API Key 啊。对啊，我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 key 了，这个 key 可以做什么？这个 key 目前是我个人使用。对啊，那已经有这个 key 之后，照说剩下来你只要有钱就行了，对吧？而且我的这个 paid account 也已经加上去了。那我就不理解了。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 key 的话，那我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呢？这次可以了所以也许可能我刚才付款完成之后，到距离它那个 key 真的可以用，可能需要等个1-2分钟吧。这次看起来可行了。好，所以呢，我一开始的目标是请他帮我找 Sony 的相机，并且帮我推荐相机，然后并且我把 Web Search 打开了，所以他应该可以去网络上也帮我搜寻一些资料。因为 GPT 目前还没办法存取网络上的资料，但是 AutoGPT 则是可以让你去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说他帮我去网络上找这个，他帮我把我的主目标帮我拆解成3个子任务，分别是去网络上去搜寻最新的 camera 相机的模组，看他们的特性、他们的特色。另外一个任务则是帮我比较相机的这些不同的模组，然后以及跟其他比较有名的品牌，且同时呢，他要去建立一个清单，然后去产生就是推荐的相机，然后也是根据消费者的评价和评分来产生。然后接着呢，他就去网络上去搜寻最新的 Sony 相机的模组和他们的特色、功能特色。然后完成之后，他找到了以下这几个连结，当做他的资料的来源。我们来看看他这个连结是不是合理的。我们点点看。对，是的，没有错，这个 Sony 相机这样是可以的。对，没错，这是 Sony 的官网，然后这是另外一个 Sony 相关的网站。行。然后接着他又加了一个新任务，就是产生它的清单列表。然后这个应该是 GPT 的产生的内容。然后他推荐的像是 Alpha A9 6600。然后接着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AutoGPT 它产生这么多的任务的时候呢，它还会针对这些任务去进行一个优先级的排序。也就是说，它不会无止境的去做，但是它会帮你根据它的结果进行一个评分，然后会只去优先处理他觉得最重要的任务。OK， 然后这边看起来又给出了更多的 GPT 的答案，然后他要继续添加更多的任务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把一个目标拆解成小目标，然后并且透过这些小目标再去问 GPT 的过程，然后在过程当中呢，它可能又会再去问 GPT 更多问题。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它是一个 Q 吧，一个柱列，那绿色的应该是代表着排名比较前面，而且是 GPT 它真的有去回应的问题。那下面这些则是还没有完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由 AutoGPT 它所自动产生出来的一些任务，然后要求 GPT 去执行。OK， 那所以看起来 AutoGPT 目前如果真的要最简单使用的话，就是你要去 OpenAI 那边先设定好你的信用卡，然后产出一组你自己专属的 key， 这个 key 只有你自己知道，不可以随便泄露给别人。然后接着你就可以使用这组 key， 然后透过像是 AngelGPT 这样子的工具来去运作 AutoGPT。不过那我来看一下，我这样子它花掉我多少钱？因为它这个其实是一直消耗。我看一下这样子我应该可以知道它的 usage 了。我看一下，我的使用情况呢？这边还是0块钱。我看一下，这边的资料比较慢，但我相信它等一下应该就会告诉我它帮我花掉多少钱。那我刚才那个好，那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看着 AngelGPT 它自动的帮我们去产出更多的问题。那我很好奇，就是最终我要等到它，因为它现在还在运行嘛，那我是要耐心的等待它运行完，还是说到适当的时候呢，我就应该自己手动去按停止代理呢？现在是不然这样子好了，我就让它这样子全自动化的去运行个大概5分钟左右，5到10分钟好了。然后过了5到10分钟之后，我们再回来看看结果，然后看看就是 AutoGPT 它所产生出来的内容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看起来就是它的核心一样是用 ChatGPT 啦，就是它其实背后一样是跟 ChatGPT 互动，但是它帮你做了一些自动化，所以在大幅度的节省中间跟它互动的时间，然后它也会把中间互动的过程都把它记录下来。它目前已经帮我完成了非常多的任务了，右边这些全部都是。
式了他现在他已经要帮我产生一个报表，那过程虽然都英文啊，但是要弄成到时候再翻译成中文就好了，用英文应该是快了一些他说他现在是要找一个推荐的相机，他跟我推荐什么呢？我看看他跟我推荐 A73 啊，这是一个比较旧的机器了，这是2019年的机器，但是也堪称 Sony 的一代神机。然后他说经过审慎的评估之后，他觉得 A73 是最好的然后列出一些理由嘛，2400万像素，然后有很好的品质，然后自动对焦系统很棒他都把这些该有的特色给列出来。对，然后低光源环境还不错那后面呢？后面他还做了些什么？然后这边是根据消费者的评价而且他把这些任务拆解成以下这5个步骤，然后他再把这五个步骤再丢给 GPT 去产出，他会从收集资料，然后分析，产生推荐等等，然后他就是一路全自动化的往下做。哇，这真是太酷炫了！所以我现在就解放我的双手，就是看着 Auto GPT 表演就好了。好像快完成了，我看他这边已经有先去网络上先找到一些各种不同的 Sony 相机的定价，不过这个价格好像比较旧一点，至少一些比较新的机型它这边就没有列出来。哇，它连这种更细节的小部分它也都会去评价这边是竞争对手了，比如说 Canon 的相机，然后这边已经好像进到推荐的阶段它推荐 A73 6400，还有一个更早期的相机。哇，这样子它可以导出吗？所以其实我随时可以终止它的整个过程，就是也许可能当我觉得说它产生出来的内容已经足够好的时候，我就可以让它停下来了。也就是说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终止条件，就是我想要它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那这样有问题啊，它的任务如果越长越多，那这样会做不完啊，到时候我们反而要担心的事情是它给我们的资讯太多了，然后以及就是它可能会花掉我们不少的经费。等我一下，好，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5分钟了，其实他帮我做了很多事你看右边这里全都是他做的事情，只要是这种绿色的代表他已经做完了。6829，他已经帮我做了29个提问了，而且这些提问右边的这些提问全部都是他自动所产生出来的问题，然后呢这些子问题是为了要满足跟解决我的主要目标，就是寻找 Sony 的相机并且去推荐相机。然后所以他去帮我找了客户的反馈，然后竞争对手的分析，然后以及价格等等，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听起来都还蛮合理的，就是如果要推荐相机的确需要去做这些事情，没错。他现在已经做到了使用 A7S3 的使用者的客群是长什么样子。哇。不过目前看起来，因为毕竟它产生出来的部分依旧是文字，所以理想情况是之后这样子的功能，如果它可以跟一些不同的工具再做一些整合的话，那就会变得更厉害。比如说如果它跟 GitHub Copilot 或者是 VS Code 整合的话，那它也许就能够透过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方式去帮你去产出一个程式的程式码出来了。那如果 AutoGPT 可以再跟能够产出影像的 API 以及产出声音的 AI 就等等去结合其他的目前的 AI 的 SaaS 云端服务的话，那也许它真的有机会可以除了自动帮你产出脚本之外，应该连再透过 Midjourney 等等去产出所需要的图片，甚至是所需要的影片。然后声音的部分的话，就是现在也有透过 AI 自动训练出跟真人很像的声音的，再全部配合在一起，要使用它去产出影片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好像我在 YouTube 上已经看到有人这样做了，对，已经有人这样子去做一个尝试，但是因为要整合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服务还有 API 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所以就有兴趣的你可以自己去搜寻看看。好了，那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他这样子到底会帮我花多少钱，所以也许我应该准备要去终止这些事情，因为他这边其实还是一直在问问题啊。他现在还在继续找 review 啊。他现在开始连最新的 Alpha A1 还有 A74 都已经加进来了。OK， 然后他这边是分析，哇，他根据什么电池的寿命去分析，哇，他越做越细了，越做越细了。那这让我回想起当初一开始我在做 ChatGPT 的教学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那时候我是透过自己把一个大的目标再把它拆解成无数个小目标，然后针对每个小目标再去问 ChatGPT， 然后再去做一个扩展，就是把那个整个目标的树状结构给展开来，自己去做整个架构。但现在看起来 AngelGPT 它可以帮你自动化去做到这件事情。好，那我觉得就是继续看着它去做这些事情好像有点无聊，因为反正
它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啦。反正 AutoGPT 就是一个能够自动帮你把比较抽象、比较高阶的目标，再把它拆解成很多个自动拆解成很多个小目标，然后并且自动帮你去从这些小目标找到答案的一个工具。哇，那这样子如果让它一直运作下去的话，我应该会得到一个对于就是相机，尤其是 Sony 相机的推荐，应该会得到非常非常完整的结果。然后就让它全自动化去运作。我现在还没有空去仔细去看它，就是到底它的西部的东西是怎么样。但我现在的反而是担心它给的东西太多了，因为它的任务就感觉它的任务是可以无限繁殖出来的，所以只要你不要去停止，它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去产出源源不绝的任务，让 GPT 回答。所以我觉得我该停了，不然的话它可能会就是会花上不少 token 的费用。好，所以我现在先暂停好了。OK， 结束了。那结束之后呢，我们把这一次的过程，我先把它导出成 OK， 它可以帮我储存成一个 PDF 档，然后它这边就会列出它刚才的整个一切的过程。哇，好在我有停，它已经帮我产出了34页了。那哇，34页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啊，所以其实只要你愿意让它一直往下做的话，我想用它写一本书，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哇，酷啊！这真的是蛮酷的。诶，那我再回来看看，我这样子运作10分钟之后，它到底花我多少钱？哦，有了 ，OK，它告诉我目前花费了0.04块美金，那其实也不贵诶，这其实很便宜啊。OK，好吧，所以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叫刚才的那个 AutoGPT.js 这个确定是不能用了，所以现在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下 AutoGPT 的话，目前排名第一的应该就是这个，刚才那个跑去哪了？应该是这个吗？不对，不是这个，是啊，这个是啊 ，AutoGPT Next Web。诶，可是我觉得它这个界面跟我刚才的使用那个有点不太一样，它的这个网址是 auto-enginegpt.com。那我刚才使用的那个呢？我刚才使用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这个网址稍微不一样，这个是 enginegpt.reworked.ai。好，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热心的人的工程师呢，就是已经开发了各种可以让你方便而且快速使用 EngineGPT 的使用者界面了，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必要在我们自己的电脑上再去把刚才那个很复杂的流程安装流程再走一次。你只要做2个步骤，第一个去 Open API 去申请你自己专属的 API Key， 并且把信用卡刷卡的资讯就付费的部分先设定好。接着呢，你就可以使用像是 EngineGPT 或者是 AutoGPT.NextWeb 这样的工具去使用了。那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 API Key 把它设定进来。对，这2个的界面长得好像啊，所以我想他们应该都是类似的工具了。对啊，因为这个目标实在是长得太过于相像了。对，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样的东西一个是中文版，一个英文版。那我把网址贴在下面，或者你可以直接看一下一个是 auto-enginegpt.com， 另外一个是 enginegpt.reworked.ai。那今天就是使用最新的 AutoGPT 的使用者的初体验，不需要安装，你可以重点是你可以完全跳过安装这个步骤，因为那个实在是有点复杂。只要你有 OpenAPI 的账户，然后你有可以消费的 API Key， 你其实就可以使用了。那我想目前绝大多数由 OpenAI 所衍生出来的应用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会需要有自己的一组 Key， 因为这个 Key 就相当于是认你这个人，然后到时候要刷卡要扣钱也是扣的是你的信用卡的钱。对，然后任何的只要是透过 GPT 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应用，应该都会需要这组 Key。那唯一要小心的就是这个 Key 的安全性，因为万一这个 Key 被人家拿去滥用的话，那就你可能就会多花钱。当然你可以透过后台去把这个 Key 给移除掉，去撤销 Key 的权限，这样子你就不会再多花钱了。这个是安全上可能需要小小注意一下。好，那你对于 AutoGPT 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好啦，那我是安琪兰的兰斯安安，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啦。